今天我们来聊《战国策》。这世界从不缺人才，只缺会利用规则的人。如果你现在过得像坨屎，每天被老板当工具人使唤，被房贷和各种账单压得抬不起头，那就该翻翻这本《战国策》。它不是教你做老好人的书，而是教你在乱世里靠嘴皮子和厚脸皮活下去的狠辣手册。世人说它阴险，其实它只讲赤裸裸的人性、欲望和利益交换。现在很多人活得累，就是因为总想讲道理，可现实往往不跟你讲道理，你加班到吐血，功劳却被会来事的同事抢走，那种委屈，2000多年前的说客们天天面对，他们随时掉脑袋，随时被踢出局，只能把人性看透，才能在死局里找生路。别再自我感动，说什么吃苦是福，没实力的吃苦只是受罪。这本书撕开伪善面纱，告诉你一个扎心真相：这世上没有永恒朋友，只有永恒利益。你没钱没权时，连家里狗都嫌弃你。只有看清底层逻辑，你才能在这操蛋日子中找回掌控感，不再当任宰羔羊。先说苏秦，这家伙出道时就是个彻底失败者。他卖光家产跑去秦国推销 idea， 结果1年多后，钱花光，衣服破，只好穿破草鞋，挑烂行李，灰溜溜回家。那模样就像你创业失败欠债，或者被裁员后不敢跟家人交代，回家后更惨，老婆织布不抬头。当他空气，嫂子嫌没带钱，连热饭都不给，父母也懒得理他。亲情在现实前就是这副嘴脸，风光时人人沾亲，落魄时连路人都不如。苏秦在黑屋里听着冷嘲热讽，终于看懂世界规则，换别人可能就躺平了，他却对自己下狠手，翻出姜太公兵书，日夜苦读，困了就用锥子刺大腿，血流到脚跟也不停。这刺骨苦读让他摸透各国大佬心思，他再次出山推和纵策略，说各国像散沙，等着被秦国吞，只有联手才有活路。那张嘴把厉害讲得透彻，赵王当场赏金封君。很快苏秦身配6国相印，权力大到秦国不敢轻动。他路过洛阳时，各国护送队伍排几十里，父母跪路边不敢抬头，嫂子端茶手发抖。他故意问嫂子，以前不是不给我饭吃吗？现在怎么这么恭敬？嫂子脸贴的小声说，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。苏秦长叹，同样一个人，富贵就受敬，贫贱就遭气，何况外人。这段故事直戳人心。现在社会也一样，没本事没存款，过年回家连主桌都做不上，这不是道德问题，是生存本能。苏秦的成功用大腿血换来，他告诉我们，身处黑暗时别抱怨人心凉，因为你还没强大到让人必须笑脸相迎。他最后在齐国被刺，临死还设局让齐王五马分尸调出刺客，直到最后一刻都在算计人心。那种极致清醒，活得累却活得明白。再说他的对手张仪，苏秦靠狠劲硬闯，张仪靠厚脸皮和忽悠。他早年去楚国喝酒，丞相家丢玉，大家怀疑穷鬼张仪，一顿暴打，差点打死。他老婆哭着骂，他却笑着问舌头还在不在。只要舌头在，就能翻盘，这就是他的底气。嘴上功夫是唯一武器。后来他去秦国玩连横，到楚国诈称秦国送600里地换绝交齐国，楚王信了翻脸。结果张仪装病后改口说，只是自己6里封地，楚王气诈，这招损却在弱肉强食时代管用。讲诚信往往死得快，要学会示弱、诱敌、利用贪婪。现在职场高端局也一样，大家表面谈合作，实际看谁先露底牌，谁先输。张仪不是胡吹，他基于对各国军政地缘的精准判断，才给出切中痛点的方案。就像谈生意，先摸清对方缺什么怕什么，才能精准出招。他的舌头胜过几十万大军。他教我们，没背景没资源时，口才和思维就是翻盘唯一机会。别只闷头苦干，要学会表达价值，不然就只能给别人背锅。再看冯居，他在孟尝君门下开始像无赖，没肉吃没车坐，就弹剑唱歌抱怨，孟尝君都满足他。后来派他去薛地收债，他却把借据全烧了，对百姓说债免了。孟尝君气坏，他淡定说这是为您满意。后来孟尝君失势回薛地，百姓扶老携幼迎接，他才懂冯介远见。这就是狡兔三窟，职场风光时要留后路，积累人情。因为不知道哪天就不红了，现在大厂高薪也随时可能卷铺盖走人。你在位时帮过别人，
见人脉护城河吗？冯建还帮孟尝君在魏齐间玩平衡，让双方竞相重用，地位更稳。这是资源整合，利用利益牵制找最优解。战国策里这些人都是极端压力下的普通人，他们也会怕，也会为小利奔波，也会违心，但他们敢直面丑恶，在丑恶中找缝隙，他们不装。赵威后这位老太太也智慧，骑士来访，她先问庄稼收成，百姓生活，再问齐王。使者不满，他说没收成就没百姓，没百姓哪来国君？这是最朴素底层逻辑，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不管公司还是个人，不抓身体、技能、亲近人再高也虚。很多公司喊口号却拖欠工资，就是舍本逐末。荆轲不是大英雄，他是燕太子单花钱买的刀，吃了买命饭就得还命。图穷匕见时实力差距太大，热血抵不过秦王长剑，向老板画饼，请你接烂摊子，其实让你背锅。没有实力，盲目忠诚只会成牺牲品。好处砸头上时，先摸摸自己脖子硬不硬。邹忌长得帅却清醒，问老婆小妾客人自己和徐公谁帅，都说自己帅。真见徐公才知差距，他看透老婆偏爱，小妾害怕，客人有求，没人说真话，这就是权力带来的信息屏蔽。现在当小领导，底下人夸方案垃圾也叫好。邹忌没沉迷，跑去跟齐王讲故事，建议奖励指出过错的人，向上管理一流。触龙说赵太后更是心理战顶级，赵求其救兵，齐要太后爱子做人质，太后护犊不放。触龙先唠家常，降低防御，再说自己儿子，找到共鸣，然后点出父母爱子婴为计深远，太后破防，送子出治。现在多少父母把孩子当巨婴供着，社会可不会惯着。早吃苦才知险恶。唐雎更狠，秦王想强换土地，唐雎直接怼。你听过不依发怒吗？血流5步，今天就是拔剑要同归于尽，秦王软了。这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有时必须亮獠牙，别总退让，让人觉得好欺负。聂政为母守孝后赴死，刺杀后自毁面目，免连累姐姐，那种决绝现在难懂，大家都算计利弊。酒肉朋友落难时借钱都拉黑，孟尝君靠鸡鸣狗盗之徒逃命，说明没有绝对废物，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。圈子要砸，三教九流都认识，关键时能翻盘。钟离春其丑，却靠实力。40岁未嫁，直接去殿前自荐当王后，还指出齐国4大危机，齐王拜他为后。言之焦虑无用，脑子里救命战略才重要，不可替代性才是真站稳。鲁仲连是清流，秦为赵，有人劝降尊秦为帝，他骂秦虎狼之国，宁跳东海也不当顺民，事后拒赏连夜走人，不求回报才是真汉子。现在多少人卖底线，他提醒人总得有不能退的脊梁。战国策反复印证，世界运转靠价值交换，不是温情道德。他把统治遮羞布撕碎，乱世里平民靠脑子和手段也能上位，没有绝对好坏，只有拼生存的野兽。这本书不是教你害人，而是教你在黑暗森林里看穿套路，保住性命。它是清醒药丸，让你醒来面对真实牢笼。生活像绞肉机，你已不是碎肉。学会利用规则，甚至小范围定规则，保持冷静锋利，不动如山，动如雷震。累了就歇会儿，低头蓄力，只要心里火没灭，脑袋在转，这盘棋就没输。合上书，擦汗，挺腰面对明天操蛋却有机会的世界，活下去，并且活得比想看你笑话的人更他妈的好。